苦楚之战第一章，邂逅护航线第7集，到中央航校笕桥新村。严保会珍惜与徐永道邂逅又重逢，他深信这是祈祷的结果。此时他后悔不该做出到上海工作的决定，本该接受史密斯院长给他来杭州广爱医院的职位。原来他回国时搭乘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途经香港九龙，在那里认识史密斯院长夫妇。史密斯院长得知他生在杭州，在美国获药学学士学位，拿到美国药剂师执照，就请他到杭州广爱医院任药剂师。但是保会想留在自己熟悉的上海，史密斯院长就推荐他到上海广爱医院工作。他正想着，徐永道一把车开到广爱医院门口，下车前他对他说，见到史密斯院长，我问问他杭州广爱医院还有没有职位。为了我，你准备来杭州工作？他问。是的，他答。我陪你去见史密斯院长，他说。我有点觉得现在发生的一切不太真实，犹如梦境。地上人世间的一切本身就不是永远的真实，只是暂时存在的事实。今日事实很快成为一去不复返的虚幻过去，他说。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呢？他问。人生就是回家的路程，回天上永远的家之后，就看见永远不变的真实了。徐永道说。回家，我想回家，我和你想的一样。他们走进广爱医院时，迎面碰上史密斯院长。史密斯院长用中文说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，严小姐，今日来此有事要办吗？严保会用英语回答说，我来看望你和史密斯太太，感谢你给我工作，这只金华火腿是我叔叔送给你们的礼物。史密斯先生和太太若喜欢这口味，就给我叔叔打电话，他派人送到医院。史密斯院长接过火腿说，谢谢你，严小姐，金华火腿三明治是我在杭州的发明。还有用金华火腿和菠菜做的沙拉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金华火腿？猜的，他说。这位军官先生是？史密斯院长用中文问。您好，史密斯院长，我叫徐永道，中央航校上尉教官，我是严小姐的男朋友，今日特来陪她拜访院长。徐永道用流利英语说。严保会在火车上听过徐永道说巴黎口味法语，这是首次听他说英式口音很重的英语。史密斯院长把徐永道和严保会带到办公室，他们坐在史密斯院长对面的长沙发上，院长秘书端来2杯咖啡。史密斯院长，我这次来杭州是来感谢您帮助我得到上海广爱医院的职位，可是就在来看您的路上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想来杭州广爱医院工作。其实这也正是您起初给我的机会，严保会说。史密斯院长静静地听他说话，又看了看他身边的徐永道，说，严小姐忽然想来杭州工作，是否与徐教官有关？史密斯院长判断的完全正确，徐永道说。请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尽快答复。严小姐这次在杭州待几天？史密斯院长说。我下礼拜1回上海，他说。
他们正说话时，一位中国女护士来找史密斯院长，请他去住院部。有位女病人的丈夫正在病房里大吵大闹，要把明天做手术的妻子带回家，因为他听乡里人说，外国传教士医生趁做手术的机会占女病人便宜，还割取病人的五脏六腑，用来做长生不老药。徐永道和严宝慧听到女护士的话，为竟有如此无知愚昧的同胞，诋毁远道而来为中国奉献的西方宣教士医生，心里有说不出的伤感。史密斯先生说，严小姐、徐教官，不好意思，我要马上去处理，二位先休息一下，再来杯咖啡吧。徐永道说，史密斯院长，我们先告辞，改日再来拜访。告别史密斯院长，走到医院门口，徐永道说，宝慧，天色还早，想不想去笕桥镇游览，到中央航校看看？今晚你可住在航校招待所。这个提议令宝慧感到意外，他原本打算当晚在广安医院附近的旅店住下，次日早晨在医院小教堂做礼拜，之后回叔叔家，这样不会因回家晚而让两位老人担心。我来过杭州多次，还没去过笕桥。他看出他流露一丝想去的意思，就说，宝慧，请放心，我会安排妥当，保证你的安全。笕桥有教堂吗？有，美南长老会开辟的笕桥堂就在镇上，笕桥老街，我和林浩恩常去那儿做礼拜。明天早晨我带你去。他说，他一听笕桥镇有教堂，明天不务礼拜，就决定跟他去看看他已向往已久的飞机，也可以有机会多了解他。吉普车开到中央航校大门口，徐永道说，宝慧，我先带你去军官俱乐部招待所订下你的房间，晚饭后带你去附近走走，这样安排你看如何？他问。好的。车窗前方一片翠绿映入视野，忽闻一股香气，他问，有一股清香，你闻到了吗？没有，常在香樟之林，久闻不知其香。原来香气由路旁香樟树发出，我喜欢这香气，若门前有香樟，能天天闻多好。这还不容易，天天住这里就能天天闻。前面有几栋洋楼，没想到乡下地方有美诗的房子。那是笕桥新村，就是新建的村，洋楼就在村里，这里又名醒村，唤醒中华之意。他说，中央航校建在此地，笕桥镇才有西式建筑群。你看到的洋楼是航校美国高级顾问和高级教官宿舍、校长楼、教务长楼，还有餐厅，有一栋是专为蒋校长的。你知道蒋夫人吗？哪位蒋夫人？你知道几位蒋夫人？听说国民政府蒋主席有好几位妻室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，如今只有一位蒋夫人，宋美龄，她和你一样，在美国留过学，也是牧师的女儿。蒋夫人的父亲宋老先生原是牧师，以传道身份被美国监理会派到上海，但没过多久就成了商人。尽管他还去教会礼拜，奉献金钱，但有人说他是利用主，不是被主用。若他先是商人，或被主呼召成为牧师之后离开圣旨，又去经商，已不合神的心意。更何况他起初的身份是全职牧师，
后来改为全职商人，愿主赦免他。我也这么看。蒋夫人的先慈宋老夫人是倪运山牧师之母，宋老夫人的长兄倪希令也是牧师，父子2代倪牧师都是至死侍奉主。宋老夫人一生也是忠实信徒，晚年时期尤其敬虔。听人说，宋老夫人寡居后，灵命才开始晋升。当年宋老先生辞掉圣职，转去经商，宋老夫人并未劝丈夫终身侍奉主，不要去经商，不要去革命。宋老夫人一向节俭，除了把家财用于子女教育，钱财都拿去资助辛亥革命，只把余款献给教会。由此可见，在他心里，革命比宣教重要。主耶稣基督的信徒，当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主，更何况牧师的女儿和妻子。耶和华的桌子岂可藐视呢？岂可用剩余之物献祭呢？献祭当然要献出熟上好的部分，11并感恩奉献都需优先预留，绝不可用剩余之物。我想宋老夫人虽是牧师之女、牧师之妹、牧师之妻，但她本人的信心也需要经过试炼。宋老先生比宋老夫人早离世13年，他辞世时幼儿子安年方12，4位子女尚未成家立业，重担都落在宋老夫人肩上。这时他才学会凡事依靠主，他的心才完全从世界归向神。徐永道说，先当牧师后当商人，离经叛道，在神眼里不忠不义，愿神宽恕宋老先生。宝慧说，我也祷告，愿蒋夫人兄弟姊妹6人都蒙神的祝福怜悯。主穿过香樟林，徐永道把车停在一栋2层楼前，说，宝慧，军官俱乐部到了，里面有招待所，今晚你住这里。你的宿舍在哪儿？我在教官单身宿舍，已婚教官太太随军的，住醒村洋楼。徐永道为宝慧安排妥房间，带她去餐厅吃饭。晚饭后，他带她在宛若花园的醒村散步。这座园子他十分熟悉，对这里的美已无甚感觉，但此时的他却宛如置身伊甸园。刹那间，徐永道明白了伊甸园的内涵。伊甸，希伯来原文指享受天赐之福的愉悦，即无论身在何处，心中都有属天愉悦的地方，就是伊甸园。伊甸园里有夫有妻。徐永道觉得，单身汉住的地方再美，也不合适成为伊甸园。他问宝慧，什么是伊甸园？你明白吗？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多谢收听收看。